大家好，我是阿航。大家好，我是乐乐。欢迎回来我们的头牌看售系列。我们的口号是买不起，并不影响我们 BB。买不起也不影响你发疯啊。对，这有巴黎世家那味儿吗？那本期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看哪一场秀呢？就是巴黎世家2021年秋季秀场。哇哦，怎么一下子跳到了2021年秋季了？因为本期是受巴黎世家的邀请啊，给大家说一下啊，这次刚刚发布的秀场。掌声在哪里？本次巴黎世家2021年秋季秀场啊，因为疫情的原因，设计师一改之前的实体秀场，而是把整个秀场设计成了一款就年轻人非常钟爱的网络游戏，对，从而用来展示新一季的服装设计。游戏的名字呢叫做 Afterworld: The Age of Tomorrow， 中文名字就是明日世界。是的，而且不同于其他品牌的3D 视频啊，这次秀场巴黎世家的团队花了将近8个月的时间啊，搭建了一款网游。是的，是搭建了一款网游，而且各位可以选择不同的人物，完成不同区域的任务，从而最后通关啊。大家现在就可以去巴黎世家的官网体验这一款游戏啊，我们呢会在评论里面置顶。免费的，欢迎大家去体验完之后回来告诉我们你们的感受。是。至于设计师为什么会在本次的秀场做一个网游呢 ？Damna 是这样子说的 ：I hate the idea of fashion film. I find it very dated. 我不喜欢时尚饰品啊，太土了。感觉在内涵某某品牌哦。我们刚颁奖的那个品牌。我们刚做了一些视频来讨论各品牌啊，本次春夏秀场所制作的 fashion film，感觉都在射程范围之内。以后他可别拍啊时尚视频，他要是拍任何时尚视频，我第一个评论就是太土。Damna 说 ，Today's customer does gaming. It's an important luxury customer base. They project so much onto their character. It's a parallel world. 是的，他说啊，游戏肥宅是他下一片韭菜田。骂谁呢？开个玩笑，这里注意一个词啊 ，parallel world。平行宇宙，我们之后再说啊。相信啊，大家应该已经在很多其他博主那边或多或少的了解过这场秀了。是的，和别的博主一样，我们一样是受到巴黎世家的邀请来给大家解析这场秀。但是和别的博主不一样的是，我们没有收到配套的 VR 装备哦。怎么回事呢？我们也不是缺啊这个 VR， 我们就想之后可以抽奖送给各位。看，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奈何我们是脚后跟博主啊，还有脚气的那种，人微言轻。原是我不配。所以呢，还请各位父老乡亲踊跃的给我们点赞、转发、收藏、评论哦。如果可以的话，请点个关注啊！您今天的微小善举，可能就是明天会在我们频道里面收到大牌的礼物啊！其实这几天我也看到了很多时尚博主的解析和描述，感觉就是味同嚼蜡，味如鸡肋，如此乏味。写的都是中文，但就是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写的可能不是淋雨吧，所以你看不懂。而且也看到了很多我们之前提到的神丑啊，打破阶级啊。怎么说呢？在我们之前，没有人说Damna的设计是神丑，他们自己也没说过。我们上期节目一说，就各种神丑啊。本次秀场被 Vogue 评论为是一场划时代的秀。那我们本期啊，就来有理有据、有料有趣的给大家解析一下，为什么说这是一场划时代的秀，以及 Balenciaga 现任的设计师 Damna 他设计风格的变化，以及和黑客帝国的关系。没听说过吧？啊！如果你感兴趣，或者在为你下一次视频找素材的话，就请继续看下去吧。首先，对于设计师 Damna 一直争议不断啊。有人说他是话题炒作高手，有人把他封神。对此，我已经在之前的节目里面给大家说过我的观点。我是喜欢现任设计师 Damna Vasalia 的，他是有趣的，他是独特的，是给死气沉沉的时尚界带来波澜的。天气破烂，抛弃了我。是当代时装界为数不多的，我觉得可以拿到 F 塔的人。哇哦，Damna 他有自己的世界观和审美语序，是的，用传统意义上不显贵啊、不显好呀、不显身材的吊诡的设计，在时尚圈划开了一个口子，赤裸裸的展现了很多破败呀、恐怖啊、阴谋、末世这些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是的，而且他炒作话题能力一流啊！我之前说过，有的设计师就是商业和艺术都合得来。这里的炒作不是一个贬义词啊。是的，其实讨论 Damna 衣服好不好看、实不实穿，真的就很像问毕加索，你画出来的人为什么不像我的 iPhone 12拍得如此清晰美丽？你会觉得探讨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无聊的事儿。是的，因为两者并不是一个审美体系或者说一个维度的东西啊。毕加索在艺术性上对于 iPhone 的照片可以说是降维式的打击。如果你能理解我们上面的话，那恭喜你，你已经不在时尚的第一层了。时装艺术发展到现在，大家比拼的更多的是理念啊，通过衣服来展现设计师的世界观以及他的审美体系，而不再单单的展现衣服的剪裁和面料的真
珍贵，因为你奶奶和你奶奶的奶奶买衣服的时候就已经在挑面料和剪裁了。Damna 觉得这个不是时尚，当然这里 Damna 指的是狭义的时尚。厉害了，时尚还有广义和狭义，是不是没有在别的博主那里听过哟？之后应该就会听到了。时尚的定义啊，其实是指当下的风尚，一种潮流的引领。其实广义时尚和狭义时尚非常好理解啊。广义时尚是指大众时尚，即为大众消费领域的流行文化和服饰。迪奥是时尚，优衣库也是时尚。而狭义时尚是指时尚行业里面没有人做过的事儿，也可以理解为先锋时尚理念或者是手法。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解构主义，它在广义时尚定义里面它是时尚的啊，但是在狭义时尚定义里面已经不时尚了，因为太多人做过了，稀松平常。而巴黎世家的品牌 DNA 其实就是 Pioneer, Game Changer and Innovation Leader，设计先锋、时尚游戏的规则改变者以及服装革命的领导者。是的，巴黎世家就是要做狭义时尚里的时尚弄潮儿。那在这里啊，也要引入 Damna 那句著名的话，他曾经说过 ，Ironing is not fashion。是的，硬烫衣服不是时尚。是的，所以我们在 Damna 的秀场上能看到很多像咸菜一样皱皱巴巴的衣服啊。Damna 这是我们的懒人福音。是的，下次要是你出门有人说，哎，你衣服怎么没烫？你就跟他说 ，Ironing is not fashion。懂吗，土？回到秀场，其实衣服乍一看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啊，依然是 Damna 手下巴黎世家一贯的那个味儿啊。所以导致很多只关注衣服有没有新款、款式变化大不大的人，只能语焉不详的说一些陈词滥调。但是啊，像我这种 Damna 的知心好朋友，可以明显看到 Damna 在设计时空上发生了变化。如果你看了我们之前的巴黎世家秀场分析啊，你会发现啊，从2020年夏季秀场到2020年秋季秀场，再到2021年秋季啊，仿佛是一个科幻连续剧啊，是 Damna 的艺术世界从过去到现在以及再到未来的一个转变。是的，如果说2020冬季秀场是至暗时刻是当下的话，那么2020秋季秀场 Damna 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不远的未来，即2031年的世界。远又不那么远，未来再来 ，The future is coming 的感觉。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梳理一下整个场景的细节，以及猜测一下这些细节背后的含义。游戏中在2031年，互联网显然是非常发达的，漫天飞行的小飞机有可能是未来世界里的警察。其实参考我们中国的天眼监控系统啊，未来也没有那么远不可及。是的，因为互联网的急速发展，人类不再需要集聚在城市里工作啊，年久失修的街道显得非常的破败。随着全球极端天气的变多啊，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的灾难，对于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可能就像我们现在对待雷雨冰雹一样，发肥了。大家啊会去 Stone Prepared 商店去买一些抵抗灾难的东西，就像你现在去宜家买个锤子一样，稀松平常。游戏中贴在墙上的警示海报和街边的小店啊，上面写着 Stone Prepared， 就是一个证明，购买抵御灾难的东西，就像你买个雨伞一样。那在游戏的街道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现在的人看着觉得很恐怖的人啊，他们脸上画着犹如骷髅一般的妆容。是的，对于这一点，很多博主并没有提出来，他们说是丧尸。在此，我觉得只要你是对于音乐啊有稍微一些了解的人，就知道这是一个 black metal 黑金属啊音乐标志性妆容，即为 corpse paint 尸妆。通常啊 black metal 啊黑金属音乐的人啊会把自己的脸画成这样，表达一种对骷髅的模仿啊和死亡的思考。黑金属这个音乐门类啊具有很强的反主流意识，主要是因为许多乐队的厌世感和反基督教的态度啊，没错，就是非常符合 Damna 的整个啊设计语言、设计体系。之前跟大家说过 ，Damna 老公是玩音乐的嘛？对 ，Damna 老公 Loic 在2019年的单曲 Capitalism 的封面也用了这样的妆容。所以其实，在 Damna 眼里啊，在不远的未来 ，corpse paint 有可能也会在大众里面流行开来。是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经常会在秀场当中看到有华丽摇滚妆容啊、朋克妆容啊，这在很多年前也是不被主流文化所接受的。但是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啊，你涂个金属色的眼影，人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是的，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他们还拿着粉红毛绒兔的手机壳啊。谁说玩黑金属的人就不能有软萌的少女心呢？啊，化了妆硬核大汉，卸了妆软萌妹子。这种人我倒是没见过，我见过化了妆软萌妹子，卸了妆硬核大汉的。我们继续来看本次秀场的衣服。本季最让人难忘的应该就是中世纪的骑士盔甲和骑士靴了。是的，其实啊，骑士靴它作为一个标志出现啊，是把时间指向了中世纪。设计师是把我们目前所经历的时代比作了中世纪，而中世纪呢这段时间号称是人类文明最黑暗的一段时间 ，Age of Dark。这段时间里面最骇人听闻的就是横行欧洲大陆的黑死病。结合现阶段的全球疫情啊，不难看出 Damna 他是想做一个
类比。是的，和现代时装的穿搭符合游戏名称 Afterworld The Age of Tomorrow， 展现他对后疫情时代的一个想象。他自己也说 ，Some people called me prophetic after that, but fashion is a reflection of life. We have been through dark times, but I don't feel this darkness anymore. I feel hope, more positivity than despair. 自从2020秋季秀场之后，很多人觉得我是先知。我觉得时尚只是反映当下的一种东西。我们经历了黑暗的时刻，但是我感受到了希望，我感受到了更多积极的东西。而中世纪后期呢，我们也知道是文化和艺术疯长的一段时间，也催生了后面的文艺复兴。所以我在2020秋季秀场解析说什么来着？咱们 call back。在丹娜的预想中，旧世界的语序经历灾难的洗礼，将会荡然无存。人类会以一种新的模式生存，从而迎来一个光明的新世界。大家总是说我过度解读，但是这次设计师的发言其实是在我的解析之后，划重点。丹娜在我解析之后说了这句话：谁是最懂丹娜的人？她老公。而且这双靴子不是一个网游的装备哦。Balenciaga 特地去到了阿洛洛的老家南法，找到了现在还依然在做中世纪盔甲的作坊，用皮镀金属膜的工艺制造了这个骑士靴。是的，丹娜他自己说 ，It reminded me of how they make robots today。中世纪做盔甲就像我们现在做机器人一样。这双鞋会在21年早秋限量上市，分别呢有高跟和平底，各位可以一起期待一下欧美diva谁最先上身？我觉得应该是卡莉比。我也觉得。其实出现骑士盔甲和骑士靴啊，看似非常的奇怪，但是也表达一种勇于冒险的骑士精神啊，一种对于未知未来的探索。所以本次秀场也出现了 NASA 的宇航员服。我看到有博主尬夸说 NASA 的宇航员服实穿忘了。谁呀？所以巴黎世家这样主打未来主义啊，理念先行的品牌，你夸人家衣服实穿，就像夸一个女孩长得像网红一样。我怀疑你在骂我，但我没有证据。其实宇航员服和骑士盔甲的本质是一样的，内核都是代表着人类探索精神，没错，只是在不同时代下的同一产物。于是我们看到，因为丹娜把中世纪和现代作为一个类比，骑士盔甲和宇航员服做一个类比，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个概念，即为平行历史或者说平行世界。各位课代表们，记不记得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让大家划了一个重点，那就是 parallel world 平行世界。对于未来呢，丹娜她是这么说的。I believe in a future that is spiritual, loading a forgotten past. 我相信有一种未来是灵魂的，是融合历史的。那这个要怎么理解呢？这里啊，我们需要借助沃卓斯基兄弟沃卓斯基姐妹的《黑客帝国》来看丹娜的新的设计世界观。即在丹娜的眼中，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社会可能像《黑客帝国》那样是由信号或者说代码构成的。第一种可能呢，是随着大量社交媒体和游戏，人类的存在以网络形象出现啊。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像《黑客帝国》那样，人可能无法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代码。在第一种可能性下，其实已经是发生了啊。比如说年初火爆全球的动物森林，我们在网络上社交、串门互动，在网络上购买虚拟的衣服啊，很多大牌也顺势推出了那个虚拟衣服。你在网上赚钱，你在网上花钱。我记得那个时候为了一件衣服还拼命去抓狼蛛。是的啊，这个其实和我们那个现实生活没什么区别。是的，是不是啊？丹娜认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会生活在网络之上，我们在网络上的形象会代替真实世界中的自己。你可能在家是个蓬头垢面的人。你可以在家蓬头垢面的做一个网络大美人啊，别人也不 care 你在真实中长什么样。这是一个比较积极且可预见的方向。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往恐怖的方向稍微想一想，可能因为未来世界当中环境恶化、资源紧缺，亦或者因为世界大战，人类为了生存必须躲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统治者会营造出一个假象，是的，你从生到死，你只是一个独立的代码，你可能会像养殖场的动物一样，从未见过真正的世界。人的大脑中被植入芯片，你以为的世界其实是养殖场，就这样过完了一生。是的，人脑植入芯片啊，其实已经有公司在做了啊。社会其实慢慢的在往黑客帝国那个方向发展啊。丹娜作为这个时代的艺术家也好，或者说哲学家也好，他在思考的问题是，其实结合当下，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啊。你以为自己自由做出的选择是你自己想要的选择吗？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选择了原本已经安排好的选择？你看到的是真实的吗？还是说有更高的智慧在掌控你所要看到的东西？有点那味儿喽，是不是？就我们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你刚看完我们 B 站的视频，即刻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了我们，究竟是你想看我们，还是大数据想让你们看见我们呢？
其实巴黎世家和黑客帝国的联系啊，从2019年的广告片里面就可以初见端倪啊。在2020秋季秀场，我已经觉得 Demna 的世界观向黑客帝国的世界观靠近了。当时的秀场设置啊，和黑客帝国里面 Neo 和 Smith 经典的雨中大战的场景很像。服装搭配很像黑客帝国里面人物所穿着的衣服啊，尤其是红黑配色和大西装，让我想到了守旧贵族梅洛文家。而且秀场推出的新款机车包名叫什么？叫 Neo Classic。是的，我们也推过。Anyway， 就是和黑客帝国里面的主角 Neo 同名。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一个 bag， 就是一个品牌的救世主，或者说生命线。成也一个包，败也一个包。但是我当时秀场分析的时候并没有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这样说可能有点牵强。Demna没有任何的采访表示自己受到了黑客帝国的启发。到了这季，我在玩游戏的时候看到了引领玩家的那只白兔。游戏中的指令是 Follow the White Rabbit。看过黑客帝国的小伙伴还记得当时 Neo 从现实生活进入编码世界那个电脑屏幕上的提示吗？上面也写着 Follow the White Rabbit。大家还觉得这是一个巧合吗？其实兔子这个形象在西方的文化语境里面是有特定意义的，就好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是兔子给 Alice 指的路，西方复活节所选用的形象也是兔子。之后有机会呢，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兔子所指代的意象。是的，整个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啊，比如说黑客帝国第3部最后的结局是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太阳，而巧的是巴黎世家本次的明日世界的结局也是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太阳，构图过于一致，都在中间啊。本次游戏开始啊，你是可以选择巴黎世家秀场的人物的，但是不管你选什么，结局都是你变成了一个身披铠甲的骑士，你成了英雄，或者说人类的救世主，或者说人类的希望 ，whatever， 你就是从一个普通的 nobody Neo 变成了天选之子，the one。You are the way。Demna其实想说，我们每个普通人其实都在左右着未来的走向。而历史就是由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选择所构成的。而且告诉大家，《黑客帝国4》将在2021年11月上映，而本次的秀场是2021年秋季，就巧合过于多，让我不得不过度解读。我在这儿还是不想把话说死啊，就是看之后的秀场 Demna 会不会给我们更多的线索。Anyway， 就说到这里，本次的秀场有丰富的细节让你去挖掘，比如说衬衫上写着颇有宗教意味的 If I'm lost, take me to Balenciaga store。如果我迷失了，请把我送到巴黎世家的店里。你好，欢迎光临。还比如说涂鸦上写着 Never vote for yellow vest。不要投票给黄马甲运动。再比如说警戒线上的这一串数字啊，其实是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线啊，是川建国同志需要见隔离带的地方。还有海报上的 Tea Party 啊、茶党都代表。不要再说了，这是另外的价钱。我们留言啊，下次秀场再说啊。好。最后我想说的是 ，Demna 的设计美学或者说审美世界，已经从多年前的后苏维埃的美学悄无声息地转向了宗教、艺术、技术3位一体更形而上的领域。简而言之，就是他在思考人类的终极命题，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往哪里啊？就是他已经脱离了一个普世的美学范畴，他在思考更深层次的东西。学会问这3个问题，就可以去应聘保安了。应聘门卫，保安是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当然了，作为一个小小的 UP 主，我们也在了解，也在学习啊，在领悟。也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面，可以和我们一起看到 Demna 更多的作品，来证明我们的猜想。我们还是秉持我们频道的一贯作风，大胆猜想，小心求证。是的，不喜点赞，喜欢3连。好了，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样，希望大家喜欢。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就请不要吝啬给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如果可以的话，请点个关注。当然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那我们下场秀再见，拜拜。拜拜。